奶奶，我找到了当年那批丢失红宝石的数据，和这个交易记录上的红宝石数据是一模一样的。妈，我揭发，当初就是他故意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就为了陷害阿直。我这么多年就是太懦弱了，迫于他的胁迫，不敢把真相说出来，这才让阿直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。我不是个好爸爸。你说我陷害于直，那你倒是跟妈说说呀，那批红宝石到底是谁卖出去的？先陷害我儿子，现在又来陷害我。明面上你是个好媳妇，背地里却下黑手，你行吗你？那明明就是你卖的呀！为了还你的那笔烂账，害得妈卖公司股权，为公司筹钱。是，妈，我是有错，我是错在知情不报。那我也是为了保全我们的夫妻的感情，我才瞒了妈这么长时间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住手！你还打人呢你！妈，真的是他先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我是无意中发现的，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才把宝石给卖掉的。妈，是我错了，我是为了维护光华。他当时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，冲动之下卖掉公司的那些红宝石。如果我揭发他的话，说不定你会把他赶出家门，所以我才保持沉默。我没办法，我才在于之面前做了这么一个恶人。行了，穆思雨，你别再演戏了。当年指天指地发誓说不知情的人是你，现在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也是你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揭露出来，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再装下去，人家只会更讨厌。妈，别说了，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。这个你不是一直想听于之小时候的事儿吗？我就说给你听。当时穆子云呐说于直拿着家里的红宝石，董事长就特别生气，就直接就把于直给弄到国外的寄宿学校了。于直当时小啊，10岁啊，哭着喊着就不去机场。董事长当时特别生气呢，就机场都没去。这对一个10岁的孩子，太残忍了吧？你不知道，这董事长实际上特别心疼于直，但是呢，他为了保全这个家，当年这么重要的一批红宝石，说是让于直扔了，我就觉得很蹊跷。我派人去调查了，知道是光华把它给卖了。妈，当初真的是他藏宝石在先，我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完全不知情。够了！你卖宝石在先，还是他藏宝石在先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奶奶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你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走？啊？于直，于直啊，这个家已经破碎过一次了，不能再被毁了。我的孙子没了母亲，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再失去妻子。紫云和光华结婚以后，我希望他能管好你爸爸，好好过日子。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给你送到了国外，让你去国外留学。我不希望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。于直，奶奶真的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的这么多年。
奶奶一直心里有愧疚，觉得对不起你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光想着护着光华，想着只是撒一个小谎，没想到我一步错步步错，这谎就越撒越大。玉芝，对不起啊，我光想着你能帮助光华扛下这件事情，我也想着奶奶对你的疼爱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也没想到后面会变成这个女人，没想到啊！你一句没想到就能把你的罪行都掩盖吗？你不配待在这个家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们真的要把这个家拆散吗？奶奶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要包庇他们？当年就是因为他，我才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如今你还要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翻篇吗？那你把我放在哪？你把我死去的妈妈放在哪儿啊？你妈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所以当她怀上你的时候，我执意让你爸爸娶了她。可是奶奶做错了这件事儿，我害了她，她不合适嫁到余家。可是光华，紫云是你要娶的，是你决定要娶她的。你既然结了婚，你就要对这个家负责。我们余家就这么几个人，我们风风雨雨的几十年，织成瑞花不容易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苦，都有很多的委屈。要是说你们一定要怪的话，那就怪我，我没有把这个家管好，我害了很多的人。妈，不是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做的不够。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努力偿还所有的人啊！玉芝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天真了。我以为找到真相就可以把那个女人赶走，给你讨一个公道。没想到，有时候真相不重要，利益才更重要。从小就听别人说奶奶是个铁娘子。我一直不明白慈祥的奶奶怎么会有这个称号。现在我懂了，铁娘子的心是冷的，根本不会为人情所左右。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取舍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公司的利益。
奶奶不能给你公章，我来给你。这个家欠你的，我永远都